我跟了顾云舟5年，我是他的秘书、助理、保姆、管家以及情人。现在他要结婚了，为了解决后顾之忧，他让我嫁给别人。从22岁到27岁，女人最美好的几年，我一直跟在顾云舟身边。久到他的朋友们从一开始对我视而不见，到后来也会客气叫一声嫂子。时间长了，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有什么自己没发觉的魅力，不然怎么可能在这位很多人觉得高不可攀的大佬身边待这么久呢？有时候也难免会胡思乱想，顾云舟到底看上我什么？不是我自我感觉良好，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察觉到顾云舟多看了我2眼。大4校招时，我凭着名校的招牌和过硬的成绩，直接被易科集团录取。毕业后，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，我进入了易科。集团总部位于市中心一栋32层的大楼，光是秘书处就有10多位职员，专门服务于总裁顾云舟一人。我就是其中一位。秘书处位于大楼第31层，是与总裁办公室所在的32楼最近的地方。不过我工作了近3个月，也就见过总裁2面。第一次，我拿着一叠材料去找他签字。总裁办公室很大，装潢很高贵，但我不敢随意欣赏。我目不斜视，老实站在宽大的办公桌前，等着领导签字。虽然低着头，但我感觉到签字的时候，他的视线扫了我一下。等把材料递给我，他又盯着我看了一眼。转身走出办公室时，我感觉背后还有视线在看我。直到走出总裁办公室，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才消失。我猛地呼了口气。第一次直面集团最大的领导，我紧张死了，手上全是汗。至于总裁那打量的视线，我觉得一定是我的错觉。堂堂易科集团总裁，年轻有为，身家亿万，又仪表堂堂的业界大佬，连当红明星都当众表示想嫁给他，这样的人什么美女没见过呢？怎么会多看我2眼？有可能是发现我是个生面孔，才特意看了下，或者是我打扮得太土了，给公司丢脸了。我开始自我怀疑起来。之所以这么想，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。从小到大，我顶多称得上清秀。高中时有幸在学霸云集的火箭班当选过班花，绝对不是什么让人惊艳的大美女。然而，第2次跟总裁见面时，我又有了那种被注视的错觉。那天我正在等电梯下楼，然而电梯一打开，里面站着身姿挺拔、面无表情的总裁和他的特助。也不知道总裁为什么没有坐他的专属电梯，而走进了我们普通员工的电梯。我当时就愣在那里，想到要和总裁待在一个小空间里，我怎么也迈不开腿。可是不进去的话，会不会太刻意？进来吧。就在我尴尬窘迫的时候，总裁开口了。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在电梯下降的2分钟里，我又感觉到那种瞟过来的目光，若有似无，漫不经心。这一次我确定了，不是错觉，总裁真的在看我。我的心砰砰跳。我从没想过，我和顾云舟的关系发展的那样快。进入公司才3个多月，我跟他一共就见过2次面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那一天，得知奶奶重病入院的消息，我顿时觉得天都塌了。颤抖着手在电脑里提交了请假流程，并发送了辞职信。我急匆匆交了上去。等待审批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跑到了楼梯间，崩溃大哭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爸妈就意外去世了，是奶奶把我带大的。虽然以前的日子很苦，但奶奶很疼我，把她所能给的最好的都给我了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。考上大学，进入了大公司，我对未来充满信心。我想再等段时间，我工作稳定了，就租一个好点的房子，把奶奶接过来，我们一起生活。以后我一定拼命努力挣钱，争取攒够首付，买一套小小的房子，让奶奶安享晚年。在我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，我从没想过一向身体硬朗的奶奶会忽然倒下。从老家的亲戚那里得知，她的病很严重，需要做手术，以后还要持续治疗。我舍不得这份薪水丰厚的工作，可是奶奶必须有人照顾。我对未来的所有规划还来不及实施，就这么戛然而止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没有钱。奶奶的手术需要一大笔钱，而且以后的治疗也需要高昂的费用维持。刚刚毕业的我一无所有，我忽然觉得生活像一座大山，毫无征兆的重重朝我压下来。我猝不及防地被压倒在地，绝望挣扎。同时，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和愧疚，是我太无能了。在奶奶最需要的时候，我连她的手术费都拿不出来。我以后怎么去照顾她？痛苦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，我快要窒息。我无助彷徨，难受的放声大哭，在无人的角落放肆发泄。顾云舟就是这时候出现的。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他那天说的话：我收到了你的辞职信，刚去找你办公室的同事问了你的情况，你奶奶可以转到市里最好的医院，手术费以及后面的治疗费我来负责，你只需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当时他站在楼梯门口，逆着光，看不清表情，声音也很冷清。
但我忽然觉得自己被人从水里一把捞上来，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我甚至没空去消化理解他的话，就迫不及待点头，忙着别开口。好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奶奶有救了。面前这个人是我的机会，我要牢牢抓住他。那一刻，他是我的救世主。直到奶奶被转到这边最好的医院，住进最好的病房，手术也安排妥当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去问他那个条件是什么。他当时坐在车里，姿态慵懒，斜斜瞥了我一眼，不紧不慢开口，做我的情人。他的嗓音低沉磁性，语气肯定，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成分。可我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幻听了，一下子懵了。他说什么来着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顾总，我是说，您可以再说一遍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才没有听清楚，我语无伦次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看花眼了。他似乎笑了一下。你没听错，我刚才说的是做我的情人。他用确定的语气说道。我愣住了。说实话，听清楚之后，我没有任何被冒犯、被侮辱的感觉。电视剧里，男主角趁人之危，用金钱威逼女主角委身，女主角会恼羞成怒，感觉受到奇耻大辱，在心里痛恨男主角，两人开始虐恋情深。可能我不是女主角，我没有这种情绪共鸣。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居然是，我何德何能？这可是顾云舟啊，年轻英俊，亿万身家，多少女人哭着喊着想嫁的国民老公。顾云舟帮了我很多，他是我的恩人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还在老家四处跟亲戚朋友借钱凑奶奶的手术费。我对他万分感激，所以他要求我做他的情人，我没有任何恼怒的感觉。相反，我还觉得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。毕竟手术费和后期的治疗费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，大到我无力承担，大到能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逼上绝路。而且顾云舟外形过分出色，身材堪比模特。哪怕没有出钱帮我的事，哪怕他是个穷光蛋，和他谈恋爱我都觉得自己高攀了。所以在这段关系里，我一直都很明确自己的定位，就像他一开始说的那样，情人，不是平等关系的女朋友，只是情人。对此我没有任何委屈和抱怨，只有感激。在顶尖专家的操刀下，奶奶的手术很成功，顾云舟还请了护工专门照顾她，我就不需要辞职了，可以一边挣钱一边兼顾奶奶。医院离我工作的地方不是太远，每天下班后我去医院看她都很方便。一天晚上刚从医院出来，我接到了顾云舟的电话。有时间过来吗？他问。该来的终究来了，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难免还是情绪紧张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，有紧张，有忐忑，还有激动。我深吸一口气回答，然后我站在原地等他的司机来接我。那天他喝了一些酒，身上散发淡淡的酒味，但不难闻。和他倒在床上的那一刻，我全身发抖。他很温柔，知道我是第一次，一直在安抚我的情绪，体贴又周到。我沉溺在他的气息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笨手笨脚帮他系领带，怎么都系不好。头顶响起他的轻笑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穿戴完毕，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吃早餐，我慌忙摇头。他让司机将我送到公司。过了2天，我去找顾云舟签字，他像往常一样一本正经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。我也礼貌微笑，谢谢顾总。顾云舟好像对我处于新鲜期，连续1个多月，他每隔2天就会让司机接我去他的住处。夜晚抵死缠绵，白天若无其事，这就是我们2人相处的状态。有时候想想，集团最高决策者高岭之花一样的存在，却和我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，那种感觉很奇妙，有一种不真实感。一次周五的晚上，他将我接了过去。第2天不用上班，早上我在同样的时间点准备起床，他却将我拉回去拥紧。不用走，他的眼睛没有睁开，声音也闷闷的，是在公司不可能听到的那种带着没睡醒的迷离的嗓音，一瞬间让我忘记了他的身份。我又躺了回去，陪着他继续睡。迷迷糊糊真睡着了，再一次睁开眼，身边已经空了。我惊坐起来，慌忙走下楼梯。他正坐在楼下的餐厅里用餐，看到我，很自然地开口：“醒了，过来吃饭。”那一刻，我斗胆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觉得这是在自己的家。丈夫在喊妻子吃早饭，很日常的行为，但却美好的不像话。不过我很快就清醒过来，明确自己的身份，然后我就拘束不已，吃饭的时候都缩手缩脚。吃完饭，顾云舟靠在沙发上，悠闲看着新闻。他朝我招招手，示意我坐过去。虽然已经跟他零距离深入交流好多次，但这还是第一次在清醒明朗的大白天紧挨着他，我还是免不了手足无措，神经紧绷。爱到阿姨来了，我赶紧抓住机会，猛地站了起来，跟他说我去厨房给阿姨帮忙。到了厨房，环绕在身边的强烈气场才消失，我放松下来。中午，我做了一道鲫鱼汤，汤汁奶白，色香味佳，这是我的拿手好菜，是跟奶奶学的，初中时就会做了，这些年手艺愈发精湛。
顾云舟很给面子，就着鱼汤吃了2碗饭，还夸我蕙质兰心。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成语形容我，有些老派，但我忍不住心底欢喜。后来他特意周末接我过去了几次，说是想吃我做的鱼汤。再后来，他让我将自己租的房子退了，搬去了他位于市中心的大平层，他也开始经常在那里留宿。随着他跟我住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多，我们也越来越像一对正常的同居情侣。公司里的同事们并不知道我们私下的另一层关系。不过他带我去过朋友的聚会，在他朋友们的眼里，我就是他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玩伴，没人在意我，就是那种明明一个大活人在那里，却仿佛没人看得见你，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甩过来。他们打牌、射箭、骑马，谈笑风生，我自动与空气融为一体。那种从骨子里的轻视最能让人滋生自卑感，一开始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不过好在我心态好，很快自己就想通了，我本来就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他的圈子我永远不可能融进去。不过随着我出现的次数增多，1个月、2个月、1年、2年，我还待在他身边，碾压性地打破了他身边女伴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。那些人有点惊讶了，可能觉得我有那么一点不同，偶尔会正眼看我了。当他的一位发小知道我在他公司上班时，错愕片刻，然后笑他什么时候也开始吃窝边草了。他也就笑笑，没说话。他的发小跟公司的几个股东有交情，慢慢的，集团里的高层也知道了我们的关系。我暗自庆幸，还好只是几位领导知道，如果身边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我脸皮再厚，也没法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继续工作了。我在工作上很努力很拼命，一方面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晋升，做一个称职的职场人，另一方面心里也有隐隐的期待，想让他看到我身上的优秀之处。是的，我对他动心了。人都是有慕强心理的，不论从各方面看，他都是我接触过的最优质的男人。外貌上他无可挑剔，事业上他手腕高超。再说他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过，身边有这样一个男人，谁能扛得住？但这种动心注定没有结果，我只能暗暗隐藏，不敢让他有一丝察觉。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对他的性格和偏好也有一定的了解。他性格偏冷、喜静，不喜欢太黏人的女伴。一旦对方表达了对他过分的喜欢，他就会嫌麻烦，干脆把人甩掉。我想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之前身边的女人总是维持不了太长时间。以他的优秀，女人很难不着迷，一旦别人迷上了他，很快就会被他打发，毫不留恋。因此，他也常被朋友们调侃薄情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薄情的人，却让我在他身边待了很久。我跟他第3年的时候，凭着自己的能力，一步步晋升，成了他的特助。此后，我不仅要帮他处理工作上的各项杂事，还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白天陪他处理公事，晚上陪他睡觉。可以说，他的身边处处都是我的痕迹。我们日夜相处，朝夕相伴，我成了他最形影不离的人。连他的朋友都开始重视我，找不到他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，私下见面都客气叫我一声嫂子。工作上，我努力做到尽善尽美，凡是他要求的我都坚决做到，交上去的材料都是改了又改，确认找不到一点瑕疵了才会送到他手上。生活上，我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从饮食到穿着，我摸清了他的性格偏好，给他的都是恰到好处，从没踩过雷，从没让他说过一句不满意。渐渐的，他也对我产生了依赖。有一次他出差，我刚好休假，想在医院陪奶奶，就没跟他一起去。出差第2天的半夜2点多，跟随他去的另一位助理打电话给我，说顾总在发脾气，求我救他。我连夜买了机票赶了过去。原来他把主办方给的文字材料直接上交给顾总，而没有先提炼修改，按照顾总的阅读习惯调整。顾总把那叠材料扔了一地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其实也不怪他，自从我升为特助后，顾总每次出差都会带上我，所有到他手上的材料都要先经过我的处理，他已经习惯了拿到手的就是最合适的。可这个助理是第一次随同出差，没有考虑那么细致。接下来我接手了助理的工作，顾云舟再没有发过一次火。回来的前一天晚上，顾云舟拥着我感叹了一句，看来以后到哪都得带着你。我埋进他的胸膛，忍不住扬起嘴角。这句话是对我莫大的认可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他感受到了。可能是顾云舟的那句话让我有点忘形，可能是3年的陪伴他从未对我疾言厉色，也可能是女人都有恃宠而骄的本能。陪伴顾云舟的第3年，我慢慢放松下来，偶尔也会对他撒个娇，但我都会掌握分寸，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都在他可以容忍的范围。只一次，我可能稍微过界了。那天是我25岁的生日，他当然不知道。我和他在一起后，他从没问过我的生日，我也没主动说过。他不在意这种没意义的仪式，他自己就从不过生日。可是女孩子总会有一点小矫情，那天我就很想让他陪我过生日。晚上，我做了几道他喜欢的菜，带着一点忐忑打电话给他。
这3年，我谨记自己的本分，除了工作的事，我从不因个人私事打电话给他，一次都没有。第一次，我问他晚上回不回来，他愣了片刻，说不回。我一时没忍住，就撒娇让他回来，说我做了菜，想跟他一起吃。这是在一起以来，我头一次对他提要求，一向都是他给什么我要什么，包括奶奶的住院安排、平时的衣服、包鞋子等各种礼物，都是他主动给的，我从来没开口要过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后悔了。因为我听到对方很轻的一声嗤笑，那一瞬如同一盆冰水浇在心上，透心凉。那一声嗤笑，以及后面短暂的沉默，像是对我莫大的羞辱，嘲笑我的自不量力。对方挂了电话，我抱着自己缩在沙发上，浑身发抖。何青瓷，是不是过了几天舒服的日子，你就忘了自己是谁了？我狠狠扇了自己2巴掌，彻底清醒。那天以后，顾云舟再没来过。他没说让我走，我也不敢随意挪窝，还是住在他的大平层里。不久之后，他的身边出现一位女伴，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流量小花。在我之前，顾云舟身边的女伴换得很快。自从我跟了他之后，他身边再没出现过别的女人。现在我知道他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虽然跟他的时间久了一点，但我跟其他女人没有任何区别。其实我早就懂了，他的那声嗤笑将我的自尊踩进尘埃，我再不敢有任何痴心妄想。作为特助，我需要处理他从工作到生活的各种事情。那天，顾云舟安排我去给那位女明星订购高奢礼服，并陪同她去试衣服。我只是愣了一下，就点头说好，脸上挂着从容的职业微笑，并快速高效地去将事情办好了。看着女明星挽着她的手臂，亲密地凑在她耳边说话，我也能笑脸相对。转过身，走过长长的走廊，进入洗手间，站在镜子前，我才发现自己泪流满面。我一向自诩冷静理智，可还是做不到无动于衷啊。心受伤了，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，没办法自我欺骗。可能是早就对我们的未来心里有数，不敢抱希望，所以自愈起来也很快。后来，顾云舟的女伴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我给他们买礼物、订约会的餐厅、买出游的机票。我发现我终于能做到内心毫无波澜了。一次次看着他和别的女人亲密相伴，经历着内心的煎熬折磨，我还是挺了过来，咬牙等到了心理愈合。我一遍遍警告自己，顾云舟是老板，是领导，是恩人，但唯独不能是恋人。是的，我对他依然心存感激。只要奶奶还住在最好的医院，用了最好的药，他就是我的恩人。一天，顾云舟让我去给他刚分手的女伴过户车子。回来的时候，我接到奶奶的电话。自从奶奶手术后，大多数时间都是昏睡着，清醒的时候很少。我给她留了一部手机，但她从来没打过，因为她的脑子很多时候都是糊涂的。这是她第一次打电话给我，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，问我现在工作怎么样，住院是不是要花很多钱，她是不是拖累我了。奶奶的话颠三倒四，毫无逻辑，重复啰嗦，可是我却喜极而泣，因为这证明奶奶的脑子比以前清醒，她的病情在好转。挂完电话，我捂着嘴巴蹲在停车场里哭。这时，面前忽然多了一双脚，我朝上看，发现顾云舟站在我眼前。我慌乱地擦了擦眼泪，恭敬地向他汇报：顾总，给刘小姐的车已经过户了，钱也打到她账户了。他点头，迈步离开。那天晚上，时隔4个多月，顾云舟又踏入了我住的大平层。看到他走进屋子，我收敛内心的诧异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将拖鞋递给他，笑着说：回来了。他也跟以往一样，惜字如金。那天晚上，他前所未有的热烈，折腾我快到天亮，最后将我紧紧抱住。我们就这样又住在一起了。之前的事谁都没提过，又恢复了以前一样的相处模式，好像那通电话4个多月的分开，那些尴尬和不愉快从来没发生过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我时刻警醒自己，再没说过一句失分寸的话。我们相处很融洽，有时候他难得有假期了，也会带我一起飞到国外度假。有一次，我泡完温泉回房间，看到他穿着浴袍，斜靠在躺椅上，头发上的水滴在脸上，一副颠倒众生的模样。说实话，如果这是我男朋友，我一定马上扑到他身上强吻他。可他不是，我克制内心的冲动，一步步走过去，拿起毛巾，温柔地帮他擦头发。相处久了，我也更加摸清了他的性情。其实想待在他身边很简单，只要把他当成合作对象，而不是什么恋爱中的男友就行了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一点很难做到，至少跟他一起的女伴们都没能做到。面对着这样一个男人而不动心，不把自己带入女朋友的角色太难了。就这样，我在他身边一待又是2年，不算中间那4个多月，我们在一起已经差不多5年了。现在我再也不会自视甚高，觉得自己对他有任何一丁点特殊了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他之所以一直留我在身边，不是因为对我有什么感情，而是我够听话，不粘人，会做事。他只是嫌别的女人麻烦而已。他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，对他来说，身边有一个女人就够了，是谁并不重要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他，但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突然。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，阿姨洗完碗后离开了。坐在沙发上的她招招手让我过去。医院那边我交代过了，你奶奶可以一直接受最好的治疗，那间病房她也可以一直住下去，这些都不会变，你放心。她毫无征兆地说了这些话，我愣愣地点头。这套房子我过户到了你的名下，明天你的账户会收到一笔钱。至于工作，你明天就递交辞职信，我可以推荐你到朋友的公司。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可以提？我尽量满足。他继续说道。好，我低着头，没别的要求了，就这样，我们5年的关系至此结束。我不知道原因，也没资格问，我们之间从始至终都是他说了算。很快我就明白为什么了。第二天我去公司交了辞职信，因为有总裁的特别许可，我当天就可以离开，不用再等1个月。在公司收拾完东西，我回到了他给我的房子。手机响了一下，短信提示我收到很大一笔钱。我自嘲地想，他对我还是有些不同的，起码比那些女人都大方。忽然之间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，对未来一片茫然。拿出手机，无聊刷着新闻，就这样，我看到了他即将结婚的消息。女方和他门当户对，是一家全国闻名的连锁商超集团的千金，国外名校毕业，长得很漂亮，连我都不得不承认，他们很般配。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他们牵手的照片，他的嘴角挂着浅浅的笑，看得出来，对于这场婚姻，他是满意的。评论里有人祝福，有人喊着痛失老公，还有人酸女方整过容。我笑了笑，将手机放下。不论如何，我还是在心里祝福他，毕竟他帮过我大忙，也从来没为难过我。只不过是我曾经自不量力爱上他，他没回应我，这也是理所应当。现在想想，跟他在一起的那5年，仿佛是做了一场大梦。一场不太真实的梦，有时候我都怀疑，我是真的和这个国民老公在一起过吗？梦醒了，我也该回归现实了，日子总是要过的。我把他给我的房子卖了，在郊外买了一栋别墅。我将后花园开辟成一块块菜地，开始种菜，并拍视频记录。以后我打算做自媒体，记录自己种菜、做菜的过程。慢慢来吧，就算没人气不挣钱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暂时也不差钱了，有时间折腾。顾云舟说可以推荐我去他朋友的公司，但我不想去。既然分开了，那就彻底远离他的圈子，以后再不要有交集。我以为我和顾云舟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，可是不久后，他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现在回想起他当时说的话，我都还记得那种蒙圈的感觉。他说他的未婚妻知道了我的存在，虽然分开了，但他不放心，提出了条件，说必须要我先结婚了，他才愿意结婚。他认为我是他婚姻的安全隐患，必须要先解决。出于对未婚妻的尊重，顾云舟答应了。他跟我说要我在1个月之内结婚。他这个要求真的很无理，很过分。但我并没有生气，而是问他是不是我结婚了，以后就不欠他的了，我们之间可以一笔勾销。这几年因为奶奶住院治疗的事，我一直亏欠着顾云舟，但我跟他各方面都相差悬殊，也没什么地方是能帮他的。有时候我想着，要是能像电视上那样，突然有一辆车迎面冲过来，那我一定能一把推开他，自己挡上去，凭自己的本事把欠他的还给他就好了。这样一直欠着人家又还不了，必须低人一等的感觉实在有些不爽。我想现在终于有机会还清他了，毕竟婚姻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，而我为了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婚姻，也是付出挺大了。顾云舟说结婚的对象他已经给我选好了，对方跟他打过交道，人品信得过。等过段时间我想离婚了，对方也一定不会有任何为难。我说好。顾云舟给我介绍的人叫丁路，和我同岁，长相周正，身材高大。丁路的爸爸以前是顾云舟的司机，因为老婆出轨，他去找对方算账，被对方失手打死。那时候丁路才刚成年，还在职校里混日子，为了给他爸讨公道，学也不上了，到处找关系。不过他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伙子，怎么是人家的对手？那人请了很厉害的律师，把自己辩护为正当防卫，连法律责任都不用承担。后来丁路求到了顾云舟面前，那时候顾云舟虽然才刚接手公司，但有背景有手段，很快把那人送进牢里。丁路就对顾云舟说，欠他一个人情，以后不论什么事，只要他能做到的，一定帮忙。放心，他这人一向义气，人品可靠。顾云舟告诉我，而且他现在做建筑承包，身家远超你，不论是金钱还是身体，都不会占你的便宜。我和丁路见了一面，他的身上带点江湖气，但眼神清正，看起来是个可靠的人。而且我相信顾云舟、丁路的人品一定信得过。1周后，我和丁路去领证了。顾云舟的未婚妻可能是得知了我结婚的消息，也可能没怎么把我这个小人物放在眼里，反正后来他也没来找过我。2个月后，顾云舟的世纪婚礼被各大媒体铺天盖地报道。
我看到了流出来的一张客人偷拍的婚礼现场照片，新郎新娘在交换戒指，两人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我从没看过他露出这样自在的笑容，真好，看来这是他满意的新娘和满意的婚礼。只要他幸福就好，那我做的这一切也算值了。以后就真的再也不会相见了吧。我不是个情绪外放的人，对顾云舟的感情，从一开始的动心到受伤，到最后强迫自己放弃，从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在感情中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付出型的，爱上一个人，全心全意为对方付出，我心甘情愿，并且觉得很幸福。我想，在这一段没有结局的感情中，我耗尽了自己的精力，可能以后都不会为任何人再这样付出了。我不会再为谁动心了。可是我遇到了丁路，和丁路在一起是我不曾预料到的。我们两个中，他是付出多的那一个，而我享受着他的好，感受着他的关怀和照顾。在相处过程中，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冷寂的心被他一点点温暖，整个人也越来越有精神。原来被人呵护的感觉是这样的，让人沉迷，深陷其中。对待丁路，我一开始把他当做一个合租室友，我们住在一起，但不在一个房间。当时约定好的1年之后就离婚。我对他礼貌而客气，我喜欢做饭，每天1日3餐都亲手做，因为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倒太浪费，我就邀请丁路和我一起吃饭。丁路吃着吃着就被养刁了胃口，再也不肯去外面吃饭了。一开始我们偶尔会聊天，后来话越来越多。丁路和我说过，他从来没打算结婚，因为小时候亲眼看着他妈一次次出轨，还把不同的男人带回家，他对女人有了心理阴影。但他欠顾云舟一个人情，所以对方让他帮这个忙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反正本来就打算一辈子光棍，不过是一次假结婚，对他也没什么影响。就在1年之期快到的时候，我提出去办理离婚手续。丁路却郑重地约我交谈，说他改变了以前对女人对婚姻的看法，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，试着跟他真正交往。看着他表面镇定却掩饰不住眼底的慌乱和忐忑，我忽然觉得这个大男人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经过1年的相处，在即将分别时，他会这样反应，其实在我的预料之中，因为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了不舍之情，不想就这样和他结束，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。我点点头，回答他，好。丁路是跟顾云舟完全不同类型的人，也和我之前在工作时接触的那些精英们差别巨大。他的头发永远都是寸头，从来不用打理。他没穿过西装，没打过领带，夏天永远是背心短裤配拖鞋，冬天就是休闲服或运动装配球鞋。他不喜欢西餐红酒，最爱的是烤串配啤酒。他嗓门大，会爽朗的大笑，看到喜欢的球队输了还会忍不住骂2句脏话。他大大咧咧，有些粗鲁，但同时又兼具耐心和贴心。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，及时扛着锄头出现在我的菜园里，还一手揽下了沤肥这样的粗活。小区的保安调戏过我一次，被他知道了，他将那人投诉到被辞退，还把人拽到我面前跟我道歉。奶奶去世的时候，他跟着我忙前忙后，在需要亲属出力的时候，还亲手帮忙抱过奶奶的尸体，跟我一起送走了奶奶，在我最难过的时候一直陪伴在侧。他知道我过去所有的事，却毫不在意。他说我过去的经历他不想去探究，他跟我相处过1年，确定了解我是怎样的人，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他的感情直接热烈，像灼烧的火将我包围，却掌握分寸，不会伤我分毫。我们一假夫妻生活在一起的这1年，一直是他在慢慢温暖我，抚慰我，包容我。说实话，这种被人照顾的感觉很难让人抗拒，我沦陷其中。余生那么长，能找到一个能携手相伴的人也是幸运的。我和丁路没有办离婚手续，继续在同一屋檐下生活，但却是以恋人的身份。虽然我跟顾云舟在一起5年，但其实我们不属于正常情侣的关系，而丁路则是从来没谈过恋爱。年近30的我们2人都没有正常的恋爱经验，我们学着像其他情侣那样约会、旅游、聊天，相拥在沙发上看电影。经过1年半时间的恋爱，我们确定彼此都愿意接受对方作为自己的爱人，共度余生。反正已经领了证，也省了一道程序，接下来就顺其自然好了。在我的坚持下，我们没有办婚礼，2人一起旅行了1次，就当是走了婚礼的流程。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天网上又有了顾云舟的新闻，他搂着当红明星的邀进了酒店，照片登上各大娱乐板块的头条，标题用的都是世纪婚姻亮红灯、出轨当红明星做小三等劲爆词语。打开电视的时候，网络新闻刚好闪过这个画面，我尴尬地关掉了电视。一瞬间，空气无比安静。然后丁路看了我一眼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要不我们离开这座城市吧？”我想了一会儿，问他：“你的工作呢？”“我做建筑承包，在哪里都可以接活。”他毫不在意的口气。
这里是顾云舟所在的城市，我觉得丁洛无论如何还是有些介意的。既然他都能抛下根基已深的事业，有决心换个地方从头开始，那已经决定下半辈子都跟他在一起的我，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我的菜园种植账号虽然已经有100万粉丝了，但这种自媒体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活，换个地方完全不受影响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就把房产、工作等所有事宜都处理好。我们来到了我老家所在的省会定居。这个城市风景优美，节奏偏慢，适合慢慢生活到老。身边已经有了爱人，余生只用悠闲享受就好了。顾云舟番外现在，我越来越喜欢回忆和青瓷在一起的日子。只要一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他的画面。第一次见他是在集团1楼的大厅，大厅的一角有个招待室，从落地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，外面却看不到里面。当时我坐在招待室的沙发上，看着进进出出的人。大厅的中间摆着拼好造型的花卉，其中有一个小花盆，不知道被谁不小心碰移了位置。那么完整的花卉拼摆，看上去就有瑕疵了。下班的时间点，大家都匆匆往外赶，只有他经过的时候停下了脚步，将移位的花盆挪了回去。集团32楼加起来几千的人，也只有他一人愿意为小小的一盆花驻足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他一定是位好员工，细致、耐心、有责任感。那天他拿文件来签字，我一眼就认出他了，只是他好像很紧张，一直低着头。我不经意打量了他一眼，近距离看清他的长相，才发现他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我不喜欢太艳丽的浓颜，偏好清秀的面孔。他的脸型、眉眼、五官、身材都那么恰到好处，正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不过当时也只是在心里想想，没有任何打算。朋友们都知道我不吃窝边草，可是收到他的辞职信，我还是坐不住了，亲自去秘书处问了情况。在楼梯口看到他时，他哭得很伤心，他的脸上挂满泪水，妆都花了，却一点不难看，相反有一种脆弱的美，那种让人生出保护欲，很想拥入怀里的脆弱。我不是什么优柔寡断的性格，既然想要了，那就去要吧。我开口跟他说了自己的要求，他说好。相处以后，我才发现他的性格也正对我的胃口。他做事认真，耐心细致，总是能做好我交代的每一件事。哪怕是一份简单的会议记录，别的秘书呈上来的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不足，他写出来的我却挑不出任何毛病。在工作上，他是我最契合的助手，我对他的能力很满意。私底下，他是我所有过往女伴中最安静、最懂事、最不矫情、最不麻烦的那个，也是我最满意的一个。和他在一起，无论身心都极度舒适，我开始有点迷恋这种感觉了。一天，我猛然发觉，我们在一起都差不多3年了。这个时间长到让我有些不敢相信，以前的女伴没有一个能在我身边待满2个月的。那些女人，但凡多接触几次，身上的毛病总会暴露出来，矫情、做作、贪婪、虚伪、蠢笨，我很快厌烦，不想多看一眼。可是青瓷却从未让我产生过这种情绪，和他在一起很放松，日子也过得惊人的快，连身边的朋友们都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能让一个女人跟我这么久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能做到这样，一方面是他本性就清醒理智、知足善良，从不耍心机；另一方面，他足够聪明，摸清了我的脾性，知道我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。只一次，他似乎有点失了分寸。那天，他第一次因私事打电话过来，要我回去陪他吃饭。当时我正在陪外公下棋，听到他小心翼翼的要求，忽然脑海中闪现过往的那些女伴，她们的身影开始重合。女人果然都会恃宠而骄，认不清自己。和青瓷也不过如此。我不再去找他了，开始一个个换女伴。那时我都没有细想，是就此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还是晾他一段时间。这是我第一次对女人犹豫。他看着我和别的女人亲近，还要亲手帮我们安排约会地点，帮我的女伴买礼物，眼里的痛苦和忍耐是掩藏不住的。我忽略心底那抹陌生的情绪，告诉自己就该这样，让他常常记性。很久以后，我和他分开了，才后知后觉，那种陌生的情绪叫做不忍。对一个女人不忍，是动心的开始。可惜当时自大的我没有察觉。在停车场，我看到他蹲在地上哭，即使这样，他还是擦擦眼泪，恭敬地向我汇报交代给他的事。原来他是因为这个在哭，原来让他去处理那些女人的事，他会这样难过，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过。原来背着我他会哭得这样伤心，可见平日忍得有多辛苦了。罢了，惩罚到这一步也够了。既然还没厌烦，那就顺从自己的心意吧。时隔4个多月，我又踏入了他的住处，我们恢复了以前的关系。那天晚上我很疯狂，就像渴了很久的人终于饮到了甘泉，我不知节制，一遍遍折腾他。之后的日子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一切都一如既往，我们工作默契，生活融洽。但我还是察觉到了不同。
他变了，变得更小心翼翼、乖巧懂事、谨言慎行。这种变化很细微，隐藏在相处的细枝末节中，不留心甚至都不会发现。以前他偶尔会在沙发上扔一件他换下的外套，现在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了，家里任何角落都整洁干净。他很喜欢各种小动物玩偶，之前在卧室的飘窗上摆了几个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收起来了。我口味清淡，他是辣。之前他做饭总是做3、4个我喜欢的菜，再做一个他自己喜欢的，而现在饭桌上全部都是我喜欢的，再也没见过他嘴巴辣得红彤彤却吃得欢快的模样了。我记得他喜欢看一个综艺节目，晚上我要是去书房办公，他就在客厅看电视，有时候书房门没关，还能听到他少有的不顾形象的大笑声。而现在他连电视都不看了，偶尔的撒娇、耍赖、开玩笑通通没了。如我所愿，他变得比以前更清醒、更理智了，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身份。可我发现自己并不满意，还莫名有些烦躁，这是我一手造成的，有火发不出。我承认自己对他的感觉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可是再喜欢跟他在一起，我也从来没想过会跟他结婚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该要什么。在我们的圈子，联姻是心照不宣的规则，我不抗拒。我的年纪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，我和家里共同商量出了联姻的对象。她是世交家的女儿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互相不讨厌。两家人开始商讨结婚的相关事宜。事情定下之后，寻常的一天，晚饭后，我漫不经心地跟青瓷提了结束的事。如我所料，她点头答应，没有任何纠缠，甚至连原因都没有问。在那一刻，我竟然期待她能像其他女人那样跟我哭闹纠缠提条件。可是他什么都没做，接受了我所有安排，除了去朋友的公司工作。出于对未来妻子的尊重，他也不适合再留在我身边当助理。我说可以介绍他去朋友那里，他并没有去。他没有在找工作，而是开始做自媒体。我关注了那个视频账号，像模像样的，粉丝增长得很快。我就知道，以他的性格和能力，做什么都能做好。我的未婚妻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他。可能是他留在我身边的时间太长，让一向高傲的未婚妻都有了威胁感。破天荒的，未婚妻对我提要求，说要让青瓷先结婚，他才肯跟我办婚礼。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我居然答应了。是因为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借口去找他了，终于有机会能见一面了，还是惊觉自己总是不由自主想起他，像犯了烟瘾，决定把这种失控的感觉戒掉。等他结婚了，我的脑海里就不会再不停出现他的身影了吧。我知道自己的要求有些过分，但他还是答应了。我也知道答应了我这个要求，他也不再欠我什么了，我们就真的再无瓜葛了。结婚的人选是我挑的，丁路的人品我信得过，绝对不会占他便宜。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，丁路的过去我了解，因为他母亲的原因，他对女人有阴影，打定主意一辈子不结婚。一段虚假的婚姻对他不会有任何影响，而青瓷也能全身而退，皆大欢喜。丁路欠我一个人情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感情是这个世上最难预料的。就像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爱上何青瓷，他们日久生情了，假结婚变成了真结婚。其实我早该想到的，青瓷那样优秀的女人，身边的男人怎么会忍得住不爱她？我不就没逃过吗？认识到自己爱上她，是在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惊觉，这辈子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。心脏像被狠狠捏成一团，痛不欲生。我才明白，我早就爱上他了。迟来的醒悟很快变为悔恨，遍布全身，透彻心扉。我想要戒掉的那种不受控制的感觉，终究没能戒掉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只要一闭上眼，我就会拼命想他，那种引深入骨髓，穿透心脏。这是对我高傲自大的惩罚，我活该。和门当户对的世家女联姻，本来是我人生的计划。不论是对家族还是对我的事业，都是上策之选。找家世相差太多的女人结婚，不确定性太多了，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，无法预料。从我看到的身边少有的几个婚姻案例来看，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。本来婚姻在我的生活中所占分量就不大，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在上面。我从来没把婚姻当作自己生活的重心，婚姻也就是那么回事，表面过得去，两人能和平相处，不给彼此添麻烦就足够了。而且由于从小到大的家境和生活条件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和身边的人一样，是带着有色眼光看人的。我认为大家庭出生的女人，有从小到大的优越环境熏陶，最起码有气度、有格局、有品味，不会小家子气。和我三观相符，是我对婚姻最低的要求。结婚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的虚伪、做作、矫情是和家庭条件以及受教育程度无关的。和我的妻子相处时间越长，我越能发现她身上的缺点。
撕掉他身上是家女的标签，他和我以前交往过的那些女伴并没有任何不同，甚至更不如。有深厚的家族做依靠，他有底气和我对峙，多了一些我以前在其他女人身上看不到的毛病。他霸道、蛮不讲理、咄咄逼人，甚至跟我吵架，还动不动搬出两家的长辈来评理。我这才发现，这个我从小就认识的女人，原来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没有跟她长期相处过，不了解她真正的性格，这段婚姻让我后悔莫及。我以为婚姻对我无足轻重，当进入一段失望的婚姻后，才知道自己那样渴望美好的婚姻。我无数次的想，如果和我结婚的是青瓷该多好。青瓷，她如果是我的妻子，那该是多幸福的事。我曾经有这样的机会，却被我亲手毁掉了。忽然间，我想起来，青瓷曾经是喜欢我的。我一直都知道，那时候她看我的眼睛里都散发着光。喜欢一个人是掩饰不住的。我想，那么爱我的青瓷，如果我现在去找她，告诉她我后悔了，她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吧？一定会的，她一向心软又善良。然后我飞去了她的城市，我要把她抢回来。站在低矮的篱笆墙外，我看到了在菜园里拍照的青瓷，还有一旁拿着铁锹的丁路。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只看到青瓷放下相机，拿起毛巾给丁路擦头上的汗。他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他眼睛里散发着幸福的光。我这才从自欺欺人的情绪中走出来，第一次正视他们的感情。亲眼所见，我才敢承认他是真的爱上丁路了。两人忙碌完，青瓷站在丁路的身后，轻轻一跃就跳到了他的背上。丁路背着他朝屋里走，他则趴在他的后背，笑声轻快。原来她也有这样小女孩的一面，可爱、活泼、撒娇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已经失去她了，永远。